问题的来源是谁同意投产了？销售的机会转瞬即逝，美国本土无人机的市场竞争有多激烈，你不是不知道。我没有签字，就代表我没有确认产品可以投产。这次的问题，是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分工，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默契，破坏了极客飞行的规矩。不是只有你把极客飞行耽误了，我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趁现在调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国内，原地解散吧。趁现在还是高价，赶快把公司卖掉，员工们就有一个好的跳板，股东们又有好的收益。你这个创始人一大笔现金在手上，哇，简直是人生的赢家。我也知道天气恶劣，现在这个地形的复杂，没有信号，出现调性也是很正常。我们回去再试飞一下，做试验，肯定会找到答案。那个黑匣子里的数据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特长，特长，特长，雨势越来越大了，这里太危险了，我们不能在这里待了。其实你可以先选择把眼睛闭起来，因为你先闭上眼睛，就等于你主动选择黑暗。那你平常在家怎么睡觉啊？睁着眼睛睡吗？开着床头灯睡。那你今天晚上就想象我是你们家床头的那盏灯。我呢，就在这里盯着你，不然我的钱就白花了。看咱爸那状态，周然被打得不轻吧？以后见到我们南家的人啊，就绕着走，绕得越远越好。爸，嗯，垫着腰，坐着舒服点。哎呀，不用，我腰没事儿，啊，你不用管。南琴呐，你这车到现在还没去修啊？哦，你不能遇见什么事就想逃避，那逃避能解决问题吗？你不知道是谁在逃避。警察同志您好，我是南红洲的家属。哦，是吗？那来的正好，来看看吧。哎呀，看看把人打成什么样了。当事人选择撤诉和解。这老爷子的事情啊，你们回去好好说说他。哎，都这么大年纪了。对对对，来，看看吧。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哎，你们家老爷子够可以啊。那是。你看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动粗，要伤着自己了怎么办啊？小乔，姐，你注意点爸你腰啊！我刚才看视频了，那一下扭得不轻啊。啊，我知道。对了，我正好去修一下车，要不你帮着照顾一下爸？哎，我不用他照顾啊。行，我签完字就下来。我就在门口呢，你签完字赶紧过来。外头小心腰。我没那么脆弱。哎呀，小七啊，这就是你开的店吗？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来啊。就坐这儿吧，啊。哎，
哎呦，没事儿。哎呀，一个女孩子开一个小店养养宠物，又清闲又体面，多好啊！南伯伯，其实像南桥这样也很好，他有自己的梦想，又有实现梦想的勇气。您的女儿像您一样，真的很了不起。她没你说的那么好。其实南桥真的很厉害，远的不说，前天他去山谷试飞无人机的时候，还遇上了暴雨和泥石流呢，被困在山洞里一整晚。要是我，估计早就吓得没命了。但是你看他，还像个没事人一样，躲在我店里睡了一整晚，醒来还是满脑子做好他的无人机。你什么时候被困在山里了？不，那一天在饭桌上我说的什么？你要是为了无人机有个三长两短，你自己就是个笑话。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啊？你以为你这样是科技报国，是为国献身？简直是胡闹！我去试飞是为了找出吊高的原因，我也不是一无所获，我是有收获的。你收获了什么了？啊？你是要全家人为你整天提心吊胆的，你还是想带着你这帮哥们儿一起陪葬呢？周然是不是个东西？但你好好想他说的话，你除了这个破机器，你跟谁谈过感情？爸爸，周然的事儿能不能翻篇了？他是翻篇了，但你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你要是出了事儿，你不但对不起我，更对不起你的哥哥南四。你别放了音乐，我给你都下回了一半，没事吧？本来我以为自己有事的，结果呢，没事。本来以为他没事，结果呢，他比我更怕黑。他是为了保护你，才选择变得比你更坚强。嗯，你知道吗？昨天晚上那一刻，我特别怕死，因为死了之后呢，就没有人伏在我耳边说是我床头那盏灯。一句床头灯，就把你给打动了。没谈过恋爱的人就是好骗，我还是白炽灯的200瓦那种。十月，你的爱情是来了。你的爱情真简单。什么是爱情？就是在别人的眼里，同样一句话是狗屁都不是，但在你的眼里胜过千言万语。什么意思？你动真情了？你那眼神。我是有预谋的接近他，有目的的，所有事情我都想好了方案。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动了情的话呢，说明什么？说明我成功了。哼哼，方案制定的再好，也不能决定最终的走向。对，你现在的走向是为了欧阳琦不走是吗？我总得试一试啊，死了这个心，我再走第二条路。你经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依我看来呢，先别说月亮，连星星我也看不到。距离不是问题，不要把它放在眼里，要把它放在心里。你看你这么嘚瑟，你小心他又给你个组合拳。就是无影脚尾不可。第一次是事故，第二次就是故事，第三次呢，就是爱情。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要追求人家，首先要知道人家在哪儿，他在哪儿。请用心感受。窗口对面那个大楼，直行1056步，再左转至第2个路口，上行2027步，左转至街心公园。就可以远远的看到宠物医院了。记得这么清楚？那为什么要远远的看着呢？因为欧阳琦这个女人呢，只能远观。哦，我知道了，亵玩有风险，袭胸需谨慎，是吗？你经常说自己是科技人，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自己身边的一些工具呢？什么？
哦，危险系数低，成功几率大。你可以吗？手机给我，我去试试。为什么要用我的手机？做坏事怎么能用我的名头？当然用你10月的名头。我对欧阳琦没兴趣。你对南桥不感兴趣啊？对了，你记得让南桥呢把这个摄像头换成有红外线的夜视。换衣服去了。小乔，你去帮我开下店。好。哎，南伯伯喝水。南伯伯，你看，这是我跟南思去旅行的时候拍的。他太忙了，他为了请这个假请了1年才请到。结果玩到一半，他又有紧急任务被叫了回去。南思也觉得很对不起我。所以后来，他就决定留下来陪你。哎，那你们这些照片的合影？我怕他觉得内疚，我就跟他说，剩下的旅程我一个人走完也可以，到时候把它 P 上去就行了。这样以后回忆起来，就好像我们一起走完了全程。所以您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其实都是我后期做的。小齐啊，南思喜欢你，这是他有眼光。可惜啊，他没有这个福气娶到我，我们南家也没这个福气。我这是老糊涂了，这都过去的事了，我还说他干什么？小齐啊，南思回不来了，就像你们这次旅行。他最终也不能陪着你走到终点。以后你自己的人生还要自己好好的走，知道吗？好了，我回去了啊。南伯伯，我送你。什么？你别送了，回去吧，啊。哦。文笔曲去问问这个人为什么喜欢你的无人机。我做无人机不是为了讨谁喜欢。哎，你去哪儿啊？攀岩。怎么了？你的霹雳女神没有把偷窥狂灭了吗？还有没打给我？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打探到了消息，南桥要去攀岩馆，去不去就看你的了。
就是偶遇啊。我是故意的。有话要说吗？你说想当我的床头灯，这一次让我当你的指路牌，好不好？这种失身的戏码，我喜欢。但这种戏码，就我一个人看就够了。这就是你的指路牌吗？只是想给你一点指引。要是一杯鸡汤就能让人勇往直前的话，极客飞行早就成功了。你这么说，别人会怎么看？我南条在大家心中是什么样？打不倒的女强人，不知道疲惫的机器。我怎么就不能灰心一下？我现在就想灰心丧气一下。现在的手机、互联网、电脑，100年前，他恐怕连理想主义都算不上，有可能是科幻主义吧。你的路呢，好不容易爬上去，现在放弃，甘心吗？何况你还有那么多同事陪着你。是啊，温迪、老秦、小 Q、小安，用他们3年的青春陪我一起创业，我为什么要放弃呢？我说我要放弃了吗？失败就会让人不舒服啊，但错就是错，没有必要去坚持，还不如重新开始。你是在耍我吗？没有啊，是你把我想得太脆弱了吧？会说鸡汤？你10月会说鸡汤吗？你渴了吗？嗯。疲劳，告诉你几个识别疲劳驾驶的信号吧。其实当时圆圆在整理这秋日冰霜和雨雪，天天听天气，天气预。现在电台都放这么老的歌。这些歌蛮好听的，你不喜欢吗？
这都是那小的。还以为来了一个使唤丫头，结果是个监工。我得帮你看着点儿，万一客人投诉你呢？铲屎官不好当啊。怎么样，干净了吗？嗯，下一盆。你家里还有面膜吗？嘿，这么看来，周然那页在你心里算是彻底翻篇了。嗯。女为业绩者容嘛。现在回想起来啊，你跟10月在山洞那天晚上，你的失语症也没犯呀。看来这10月的治愈能力都快赶上我这店里的小猫小狗了。你这是夸人的吗？不过通过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分析，我可能是遇弱则强体质。其实那个10月，我倒是也听说过一些。说来听听。你变八卦了？这不闲着呢吗？那个男人啊，很不一般，也很不简单。当然，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也不能全部都当真。说到底，我也是想让你少走点弯路嘛。懂。他大约2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面欠了高利贷，他就离开学校打工赚钱。他比你大个3、4岁，这样算起来，那时候你是不是还在德国念书啊？对比一下，是不是天差地别啊？天差地别是有，但是没有高低贵贱。后来他遇见了一个贵人，赚了不少钱，中间不知道是出了些什么事儿，然后他就从那个贵人那独立出来了。没了。这不就是一草根的成长史吗？有什么特别的？那贵人是个女的，所以，我是说你蠢还是说你纯啊？非要我说的那么直白，你自己也不好好想想。就10月这长相，这身材，光靠脸吃饭都能吃几辈子了。不问过去，但望未来。他以前干过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真的把泰哥的账目交出去了？交了。像安姐县里，这份情是不是有点不是时候？好，试探。我知道你是试探在安姐生意的底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泰哥这件事情，如果是安姐不管，你可以找个理由大大方方的离开；要是管了，就等于卷进去了。我跟你说，我跟安宁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做事的风格虽然够狠，但绝对不脏。我说如果是被他默许，如果他有份的话，我一样管，好吗？委屈自己成全别人，懂？你10月一贯的为人心态小人结局。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没办法，得接受。你就不想报复长剑雄吗？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能量都是守恒的，一个人的失败，会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得到补偿。一篇论文让我失去了人生，让南桥实现了他的梦想。所以呢？所以我糊涂的过了这么多年，再多糊涂几年也没所谓啊。你和长剑雄，其实有无数次可以遇见的机会。走，跟我去个地方。换衣服。
还记得这里吗？想忘也忘不了，差一点，我们就不会认识。要不是警察把我们都抓了起来，我还以为我会死在那个地方。我也因此认识了那个改变我命运的人。后来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居然从拘留所里出来了。很多事情，你真的以为是老天安故事编得真好。我这次回来，一直在追查当年的真相，也包括常建雄这7年的人生。你不查，我得帮你去查。怎么又是他？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怕你放弃啊，怕你把10年的苦水自己一个人吞了。但我绝不希望你是因为这件事情而选择了放弃。你要报复，我全力支持你。那我要是放下了呢？那我就继续陪你在戏里活度过几10年。千算万算，你还是有一点没算对。你利用南桥所有的手段，原来都是你真心的。还查到了什么？你之所以能够从拘留所里出来，是因为常建雄凑了很多钱赔给你打伤的人。查厂市的行动全都停了吧？因为常建雄？不是，是因为南桥。
月，就是当年的石俊清。石俊清，我看阿宁也不知道他的10月还有这么一段过去。其实，石俊清的改名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怎么回事？快弄好！他其实是我们的人。你是说，他其实是警方的线人？安宁前任丈夫的贩毒集团就是石俊清帮我们破获的。不过安宁的手很干净，后来我们调查了几个月，发现安宁根本就没沾她前夫的生意。后来石俊清就陪着安宁去了美国。那现在呢？他还是不是？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当时我们本意是想帮他恢复身份，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改名的原因。好了，哥。难怪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当然不希望被我们这些旧友找到。你找到他了？准确的说，是他一直在找我。哥，你说这常建雄跟10月的关系可不一般啊。看来这张牌，我们是答对了。什么？我的账本。10月，你个王八蛋，跟我走！哟，大哥，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啊？有话咱好好说。给我搜，把所有的抽屉都撬开。今天要是找不着账本，我就把这儿给点了。走，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着？给10月当狗当得很开心啊你？啊，关你屁事儿！账本没找到，发现了这个。有意思，这事儿就有意思。这样，你去把咱们的常氏的大少爷，我们的好兄弟常建雄给我请来。哥，我这话他不信，帮忙。他不是跟咱们玩那套什么兄弟情深，不让咱们动10月吗？你就跟他说，我请他来，让他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慢慢折磨10月。来，给你的主人打个电话啊！这事儿要没他就不好玩了。这个常建雄也真是傻，他以为他不动10月，10月就不动他。来，
这么黑也不知道开个灯。哦，忘了。啊，感谢爱迪生，明亮的感觉真好。只知道感谢发明灯的人，那开灯的人呢？我去试飞是为了找出吊高的原因，我也不是一无所获，我是有收获的。你收获了什么了？啊？你是要全家人为你整天提心吊胆的，你还是想带着你这帮哥们儿一起陪葬呢？他是为了保护你，才选择变得比你更坚强。什么是爱情？就是在别人的眼里，同样一句话狗屁都不是，但在你的眼里胜过千言万语。又是偶遇啊？我是故意的。有话要说吗？你说想当我的床头灯，这一次让我当你的指路牌好不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能量都是守恒的，一个人的失败会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得到补偿。一篇论文让我失去了人生，让南桥实现了他的梦想。那贵人是个女的，所以我是说你蠢还是说你纯啊？非要我说的那么直白，你自己也不好好想想。就10月这长相，这身材，光靠脸吃饭都能吃几辈子。委屈自己成全别人，懂？你10月一贯的为人心太小的结局。给我搜，把所有的抽屉都撬开。今天要是找不着账本，我就把这儿给点了。我跟安宁这么多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做事的风格虽然够狠，但绝对不脏。来，给你的主人打个电话啊！这事儿要没他就不好玩了。这么黑也不知道开个灯。哦，忘了。啊，感谢爱迪生，明亮的感觉真好。只知道感谢发明灯的人，那开灯的人呢？也谢谢你。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公司了？我以为公司没人，想过来待会儿。我听说你正在研究黑匣子，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过来打扰你了。别啊，正想找你聊聊呢，找到问题了。信号抗干扰力的问题。无人机发生吊高的时候，正好赶上雷暴，这个对电磁波的影响很大。但是在雷暴前期，无人机就失控了，说明信号接收能力有待加强。以我们现在的水平和经验，还达不到我们要的标准。我们可以去找国际上专门研究抗干扰的专家过来帮忙啊。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知道一个学者在这个技术点上非常有研究。叫什么？我可以去联系他。梁教授定居在美国，但是找他真的不容易。我之前给他发过邮件向他请教，没有得到回复。实在不行的话，就去一趟美国。好啊，我陪你一起去。问我想不想吃点什么？嗯。嗯。嗯。好，我这就过来，你先别动手。
你有事儿，你去忙吧。好。程建雄，每个人都有过去，但人是活在当下的。现在帮我一起扛起极客飞行的，是当下的10月和当下的程建雄。十月，你跟我说实话，你把我的账本放哪儿了？你办公室我已经找过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去你家找？给了安姐。什么？安姐没有告诉你吗？你小子太不地道了！都别动！陈建雄，你自己好好看看。你把10月当兄弟，他只把你当冤大头，你快家破人亡了！我和10月之间的矛盾，跟你没关系。好，那我也劳烦你一下，告诉你的这个好兄弟10月，在这个世界上，少一个敌人，就多一个朋友。否则的话，我的手段他也知道，你自己好好看看。走。10月，常氏集团有问题，我父亲有问题，我有问题，你随便查，查出来什么我都认。但你想用这种方式把我踢出极客飞行，不可能。你还看不看他？看啊！你不看的话，赶快把资料拿走，不要浪费了泰哥一番心意。我跟你说，如果你选择跟泰哥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话，小心大错变。是你自己选错了对手，靠背后的阴招见不得人的手段进入极客飞行，靠近南桥，为的不就是报复我吗？我想访问一下你啊，我为什么要报复你呢？报复你什么呢？你有什么事情值得我报复啊？我喜欢南桥。你喜欢他，你找他，你向他表白，跟我说干嘛？10月，你就是个懦夫，你就只会逃避，躲在女人背后拿南桥的挡箭牌，有种你就正大光明的冲我来。正大光明，你就正大光明，问心无愧，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你就是救世主。那为什么不跟南桥说呢？是谁拿了谁的论文？啊？是谁冒用谁的名号来办事？告诉他。过去的事情，南桥并不知情。你不敢说是吗？你不敢说，我替你跟他说。怎么了？怕？你是怕我毁了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吗？这事跟南桥没有关系，我不想他伤心，也不想他愧疚。况且，他不应该为你受过的伤买单。那你买啊！我会付出任何代价来赎罪。但如果你把这事告诉了小乔，伤了他的心，我会跟你不死不休。南桥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筹码。哎，我
从来没有当她是我的筹码，我一直把她当做我的女人。你用什么身份啊？黑白通吃的酒吧老板，还是个贵妇不清不楚的男人？南桥的过去是一张白纸，而你的过去，你自己敢看吗？就算过去的错在我，但这一切都不可能被改变了。面对现实吧，石俊清，你和南桥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要面对事实吗？我们因为这个女人重逢，就因为这个女人做个了断吧。你以为没有我的出现，她会选择你吗？还有，你要记住，石俊清已经死了。我叫石月。喝吗？你用什么身份啊？黑白通吃的酒吧老板，还是个贵妇不清不楚的男人？南桥的过去是一张白纸，而你的过去，你自己敢看吗？就算过去的错在我，但这一切都不可能被改变了。面对现实吧，石俊清，你和南桥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哎，够。好，谢谢啊。马先生。哎。哥，这大夜里你一个电话让我出来，就是让我看你喝闷酒啊？对不住啊，兄弟，对不住，照顾不周。不，敞开喝。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哎，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还得加班呢。小安他们还等着我并肩作战呢。并肩作战，咱们俩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今天晚上，咱不得一醉方休啊？见着面呢吗？但是我丑话得先说在前头，兄弟妻不可欺，就算你改了名字，也不可以。你这是为情所困，借酒消愁。我跟你说，老大现在忙的原地都快爆炸了啊，哪儿还有心思谈儿女思想啊？也没有人见鸟缝插点针，你就放心吧啊。我是怕小乔先动了情。老大，喂，老大，什么？这模块搭建好了啊？那什么，我正在跟那个我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对，一会儿见啊。看见没有？就为这美国教授，我们现在是过的美国时间。你见过大夜里还加班的吗？你们老大还挺器重你啊。现在是攻坚时刻，是不是？是个人手他都需要帮助。我和你回去帮你们老大。
哥，坐。你听我说，你看你一身酒气，是不是？进公司全被熏醉了。这样，我给你叫台车去啊。哎，瞧不起兄弟啊？不是啊，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回不了家，让你送。不是，我忙去。你少喝点，少喝点。啊，那个美国教授叫什么来着？哦，梁建刚。哎，老常，给你打听个人啊。叫梁建刚啊，我看他的履历跟你入伍的时间差不多，你应该认识吧？什么？还有你不认识的？你只要帮我找到这个人，你要我干嘛我干嘛，无条件服从。是。啊，让我找梁建刚帮忙，你反了你了！不是，我。搞什么呀？我才刚刚提梁建刚3个字，南伯父就把我赶了出来。哎呀，你想想啊，那个倔老头怎么可能在他的情敌面前低头呢？啊！哎，老狐狸，你这不是让我往枪口上撞吗？哎呦，我怎么可能让我们家的小常董事长挨枪子儿呢？啊！不过你要想清楚啊，谁才是你的亲爹？你，美国那边应该已经上班了吧？老大，这电话是不是假的呀？打了好几天，根本没人接呀。接着打。哦。老大，你看不通啊？总是没人接。不许，打过来了！哎，通了！老大，通了！他们主动打过来了。Hey, this is Nanqiao from Future of China. We are experiencing altitude drop problems with our drones, and I'd like to get some advice from Professor Liang. I hear he's traveling to China soon. Can I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him? Hi, Miss Nan. Professor Liang will be back to China 3 days later. It will be so kind of you if you can pick him up from the airport. Can you do that? Yeah, sure, of course. That would be great. Can you give me his flight number? I'll send you an email about it. I'll be there on time. Can't believe he's agreed to see me. I didn't even say much about our product. Well, we've already known enough. Thank you so much. Bye. Okay, bye-bye.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成功的联系上了梁教授。天助我们，3天以后他要回国交流。哇，真的，正好。但是，哎，别说但是，一说但是准有问题啊。但是虽然呢，他拒绝了我们去上门拜访他，理由是时间非常的紧，非常的忙。所以我决定直接把他请到极客飞行来。哎，哇，牛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想怎么以最好、最完美的方式展现我们的现有成果。放心吧，老大，那一定正把事练过。去给我查梁教授坐哪个航班，然后去机场把他请回来。大家都辛苦了，点点宵夜啊，我请。哎，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这假的，他把人请到了。不可能，老大从不开玩笑。那咱们直接抄家伙去机场呗。航班号还查吗？哎，老大说了，点宵夜去查。你怎么来了？哎，老大，他非要我过来帮忙。明明是你要过来的。去机场接人嘛，傻等着不行的。你放心，我已经把所有战术告诉他们。极客的资料。加油啊！等你凯旋归来。啊？我自己去？嗯，当然了，你得到了我所有秘传，靠你了，大胆去啊！我们先走了。哎。郝杰一直到了机场才得知，原来梁教授同意接洽极客飞行，并非偶然。这一切都亏了温迪在幕后的苦心经营。原来，温迪已经瞒着众人，抢先一步找到了梁教授，凭借3寸不烂之舌，才将他说动了。路上要多久啊？梁教授，您先休息休息。我们都知道您时间宝贵，赶紧让温迪先给您讲讲，偷偷摸摸的也不告诉我们。什么偷偷摸摸呀？梁教授，他们小孩子不懂事，不懂说话的。我们是请您去我们极客飞行坐坐，指导指导。注意用词啊。感情你和南桥是商量好了的呀？啊？梁教授，这是我们极客飞行的资料，您在路上可以先了解了解。哎，你回国了，那赶紧回公司啊！温迪，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你。公司有重要的大事吗？我跟你说，我们要迎接一位大人物大驾光临。修哥，你别摆椅子了，去把那数据查一下啊。小安，啊，水果摆好了，一定要给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明白吗？喂，温迪。哦，大人物啊，哦，那我们肯定得好好准备，隆重接待一下，才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嘛。那哪行啊？不仅公司要准备，还要去机场亲自接。行了，你们好好准备吧。告诉小乔，我们待会儿就到。喂，你和谁呀？喂，什么我们呀？哎，朱哥，来，
看啊，刚才找出的数据，再核实一下啊。欢迎梁教授帮我们开启飞 2.0时代。想法很好，技术太糙，自调控能力不够，马达动力不足，旋翼的稳定性太差。你们请我来，就是让我看这种东西吗？梁教授，我们这有这么糟糕吗？看来你们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既然如此，你们让我来干什么？这么糙的产品，你们还摆一桌吃的喝的，我们这是要先开个茶话会聊聊天嘛？好了，我不陪你们浪费时间了。梁教授，您留步。其他失礼的地方，回头一起向您道歉。但是这次请您来，是真心实意的想向您请教一些问题。视频。新品上市之前，我确实是有信心的，但是调高也确实发生了，是我技术不过关的地方。这次请您来，主要是想向您请教，怎么样去优化飞行器的中控系统。调高发生过几次了？严格来说2次了。我在山里试飞的时候碰到了雷暴天气，无人机发生了失控的现象。数据。但是我们在找回来的黑匣子数据里已经发现了问题，只是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无法独立完成系统修复。还不赖。您是什么意思啊？小姑娘，你的技术不怎么样，资历马马虎虎，但是在我看来，你至少还是一个有点坚持的人。遇到雷暴天气，你敢进山把自己的黑匣子找回来，从这一点看来，你做我的学生还不赖。您的意思是？谢谢梁教授了。别忙着谢，咱们有话说在前头。我的时间有限，能学多少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干活吧。梁师这边小这边来。快！梁教授。事儿要请教。好，你等会儿录好。这什么问题啊？您看一下，就这个功率达不到要求，不知道为什么。功率达不到要求，这个出不来是吧？对啊。哎，让我看看啊。哎，你这那个是梁教授，您先帮我看着啊，我跟他说几句。查一下，我给你查一下啊。干嘛呀？工作期间谁让你喝饮料了？刚才老大说休息30分钟啊。再说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饮料，我得喝完才有精力工作。什么叫休息啊？身散神不散，神散心不散，就你这种状态啊，怎么能持久战？我告诉你啊，把那蓝牙给我优化一下啊，晚上我要看。刚才是谁在老大面前唉声叹气？现在跟打个鸡血似的。我的东鹏。我告诉你啊，我这不是唉声叹气，我这叫合理抒发感情，明白吗？喂，还有我那不啊，说话。我告诉你，老南，你少跟我假客气。要不是看着南桥是个科研的好苗子，我帮你，像，很像，好的不学赖的像。听他赶着鸭子上架这一条，那就是你老南的闺女。哎，倒是你老王国，人家空中特斯拉怎么就实现不了了？少跟我废话，没工夫搭理。再见。你刚才错过一场碟中谍的好戏，知道吗？那个梁教授，
应该跟你老爸是老相识吧？怎么不意外呢？表面看不上，背地里找帮手，特别符合我爸的人物性格。刀子嘴，豆腐心。我觉得这一点你跟你老爸应该蛮像的。只可惜我们俩心里的那个结，说不得，碰不得，也解不开。那就别说，别碰，别解。我觉得经过梁教授那一次，你已经学会什么是低头示弱。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介绍郝杰给你，他教你几招厚脸皮的招数，到时候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回家。家门是进得去，但是回不到以前了。以前我爸没这么倔，也挺爱笑的。我们经常一块散步，天南海北的聊，不管聊什么，我爸都知道。虽然有时候也会把我关到小黑屋里吧，但是会给我小说和电影看。我记得我哥第一次把欧阳琦带回家的时候，我爸眼睛里面闪的光都是幸福的。我还挺怀念我爸以前的样子。听你刚才说什么欧阳？你喝东西吗？不用了。这是我们新款的眼镜。这衣服还不错，给我拿件 S 吗？这双鞋37的一双。这是阿托斯包包，我们今年的新款，全手工。还有其他颜色吗？就这一个。他挑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了。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不是没你不行，但是有你更好。我全要了，谢谢。我还要吃烤肉。哪有钱吃烤肉？都给你买包了。我就要吃，就要吃。你把我吃了吧。怎么样？时间再控制一下，短10秒钟，更嫩。那你就吃这个呗，刺身更嫩。哎，这块肉真的给你量身定造。啊？你跟欧阳琦的关系全在这块肉上面。什么？不熟，好生。谁说不熟的了？心里有人又怎么样了？有火，迟早能熟。也对，不是一次生就2次熟了吗？那淡你一个。对了，你知道欧阳琦跟南家的事情吗？南桥的哥哥是烈士，他的生平上网一查就出来了。南思牺牲之前，他跟欧阳琦正准备结婚。人都不在了，却活在过去啊！总得有人带他出来呀。哎，你看，那块肉熟了，但可惜啊，你经常不在，在一个地方待不过半年，熟了又怎么样？吃不了啊。所以我才决定要留下来呀。而且我要陪伴着他走出来，时间久一点没关系。入味，好吃。你们俩话太多了，吃个火锅说这么多干什么呀？赶紧吃啊，都老了。你好，欢迎光临请问主任，是请入住吗？没有，来这边请。
所以啊，这麻辣火锅没什么特别的，只有这麻辣妞的麻辣身材那才够劲儿，太刺激了。我觉得不着洋气。你说什么？你在搞笑？我打个比方，就像这火锅，会吃的人都知道，看似热油翻滚的地方，其实是最清淡无味儿的。没有波澜的地方呢，才是麻辣味儿的聚集地儿。所以啊，这激情澎湃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在这平静的表面下，那才有十足的亮度。所以我看的是它的本质啊。我们一起去看它的本质吧。嗯，好。服务员，服务员，加点茶。哎，好的。那个服务员，加个菜。哎，这狗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别想多，他看什么都有意思。你为什么不把老大、老二、老三都带过来？这样我就可以去找王阳奇了。过来。没事，你大胆进，啊，就说你有病了啊。你才有病！哎，过来！你确定这店里有你女神吗？进去，我们在这等你。先走了。你们3个人怎么在这儿啊？找我什么事儿吗？我来看病。你来这儿看病？他来看病，那你呢？带他看病。你带郝杰来这儿看病，你们3个病的都不轻啊，预留一个时间给他们好好看看吧。哎，梁教授那个奖励，那顿饭，你先好好看病吧，病好了咱们再吃饭。去哪里啊？我送你。不方便。哪儿？见帅哥呀，怎么能带着你？你在找什么借口呢？看什么病？有病！明明是你先说的，懂不懂什么叫私有关系？现在是男人尊严的问题，明明是智商问题。哎，没瞎吧？就这个，哪有这个呀？我上车了。不好，吃辣了胃不舒服。那吃面吧，面好消化。不行，面多菜少，性价比太低。吃炸鸡？垃圾食品会影响我发育。你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了？你是不想吃吧？今天？哎，那咱俩就什么都别吃了，减减肥啊！万万不可！我没有，我看着你1日3餐都不能少。你什么时候站你妈那头了？作为一个女人，你就不能买菜烧点饭吗？还好家里有这个酸奶，才能暂时安抚一下我敏感又挑剔的胃。像你这种生活弱者，就应该找一个10样全能的男人。第1项标准呢，就是会做饭。你也不小了，挑男人得用心。用心找的男人什么样啊？这个不错，是精品中的极品，身材好，
一看就爱运动，说明富有生活激情。养了狗，还是3条，说明懂得生活乐趣。手里拿着菜，说明会做饭。还买了我最爱喝的酸奶，说明和我一样讲究生活品质。最重要的是，一看就没有女朋友。小易，有机会。你从哪儿看出来他没有女朋友啊？单身狗，单身狗，要是有女朋友还需要狗陪啊？小姨，中间那条狗好像认识你。何止中间那条？哦，你就是那个你小姨所说的帅哥是吗？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我是你的小姨的变那栋楼的男朋友。追到山里，守在小区，还带着3条狗。你家族势力还挺庞大的，怎么上次还没说够，又来找我挑战啊？闲的吧你？你什么时候赢过人家？你这些狗叫什么名字？这是最里边的呢，叫铜币；这个呢，叫银币；这个厉害了，叫金币。这有什么套路啊？我没有什么套路，这一些赤裸裸的名字啊，比较适合那一些5行缺金的嬷嬷。